父母突然来电，告诉我要去青梅竹马的他家，见他的相亲对象，他此刻正躺在我身边沉睡。我以为这只是个玩笑，轻声说道：“许星河，他们说给你安排了相亲对象。”他慵懒地应了一声，将我拉入怀中：“宝贝，待会帮我挑件衣服，再做个发型。”见我愣住不动，许星河睁开眼睛，轻笑道：“怎么了？我们不就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吗？你不会以为我会娶你吧？”我一时语塞，只能尴尬地忙碌起来。我没敢直视许星河，推开他后，匆忙穿上地上的衣服，沈竹心看着我。许星河用手撑着下巴，眼神中带着戏谑：“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是一对吧？”我脑海中回荡着“亲密无间的朋友”这几个字，手不自觉地颤抖，内衣的扣子怎么也扣不上。许星河掀开被子，露出结实的腰身，半跪在床边，伸出手熟练地帮我扣上扣子。我低头问道：“相亲对象是谁？”苦笑一声：“别告诉我是叔叔阿姨在相亲角随便找的。”我对着镜子看着身上的红痕，感到双腿依旧酸痛。许星河只穿着灰色运动裤，走近后将头埋进我的颈间，是林一。他挑了挑那双迷人的桃花眼，重复道：“就是大学时那个艺术系的学姐林一。”别说想到要见她，我还真有点紧张。我涂口红的手停住，我当然记得，许星河曾经暗恋过她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表白，就听说林一出国了。我以为那都是过去的事。许星河盯着我，抿了抿唇：“沈竹心，你可别对我有非分之想啊！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虽然你确实很漂亮，但我把你当哥们。你是我最默契的饭友、旅伴，还有……”我感到一阵寒意，看着许星河的笑容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他继续说：“而且你穿什么衣服，甚至内衣内裤，我都一清二楚。真的挺没劲的。有时候我半夜醒来，看到你睡在我身边，我还挺害怕。害怕如果真像家里人开玩笑说的那样，我们结婚了，我这一辈子不就眼望到头了？”说完，他打了个寒颤，好像光是想想这件事就让他感到恐惧。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，掐着自己的手心：“我还有事。”说完，我裹上外套，像个逃兵一样匆忙离开。我以为我和许星河是在谈恋爱，毕竟我们和大多数情侣一样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约会，一起参加朋友聚会，在真心话大冒险时大胆地亲吻对方，说我爱你。许星河会在每个雨天亲自接送我上下班，也会在家庭聚会的饭桌下偷偷牵住我的手。我不知道，原来我自以为的半年恋情只是一场幼稚的游戏。星星，妈妈敲了敲车窗，关切地往里看，我瞬间清醒，看着后视镜里泪痕斑斑的自己，慌忙应了一声，擦干净脸下了车。妈，我怕自己狼狈的样子被妈妈看见，一下扑进妈妈怀里，笑着说想你了。妈妈提着菜挽着我的手，似乎松了一口气。你这孩子怎么不回家，在车上坐着？吓我一跳，你没看新闻上说有人在车上窒息？我点着头，突然妈妈话锋一转，对了，星星那个星河的相亲对象一块来。这次你许叔叔他俩都挺重视的，听说是星河精心策划安排了很久的。星河也说过，怕那姑娘不自在，有你一个女孩在，她能不那么尴尬？我跟你许阿姨要好这么多年，今天去了。妈妈有些为难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问了一声，强颜欢笑，放心吧妈，不就是活跃气氛吗？说好话我懂的。妈妈心疼地看了我一眼。是啊，我和许星河的合照就放在床头，他送我的每样东西我都视若珍宝地保存着，更别提本子上密密麻麻掩饰不住的爱意。妈妈怎么会不懂？我们安静地走回家，打开门那一刻，我突然提议，下个月爸退休了，我们去海南定居吧。我
看着错愕的妈妈，笑着撒娇：“你们不是一直计划去那养老来着？反正我没什么大梦想，能做个舞蹈老师，一直陪在你们身边就好。”和爸妈一起坐在许星河家里，这次的感觉却不一样。之前每次都打打闹闹，甚至上一次我们还借着打游戏的名义，躲在他的卧室偷偷接吻。这次哎呀，美丽你是不知道，星河这臭小子为了追这个林一，费了多大功夫。你直接追求不就行了，还非要说什么以婚姻为前提和他交往，又让老许托人脉找关系，才让人家今天能以相亲对象的身份来见面。我看着精心装扮的房子摆满了玫瑰花，桌子上还放了瓜果糖茶，就连许星河家的小狗都穿上了大红衣服。而许星河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自己是不是足够完美。可笑的是，昨晚我们还在一起翻云覆雨，他还动情地吻着我腰间那个红痣，而且他现在穿着的内裤还是我买的。哎，就是可惜了。林阿姨拉着我妈的手，惋惜道：“小时候咱俩就说，以后要当亲家，还给俩孩子定了娃娃亲呢。”林阿姨看我一眼，欣欣这孩子我是真喜欢，长得漂亮不说，性格又好，活泼又开朗。我垂着眸，不敢应声，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让眼泪啪嗒啪嗒的落下来。妈，许星河皱着眉头，十分不悦：“你也说了，那是你们上一辈的事情。你和沈阿姨好，你怎么不和她结婚？关我什么事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老旧思想说事？”他丝毫不顾及长辈的脸面，转头望向我，语气生硬，好像许阿姨这些话是我要她说的一样。沈竹心，我妈给你的镯子呢？见我没反应，许星河直接上前扯着我的手腕，掀开袖子，就是他们以前说娃娃亲的信物那个。我怕林一知道了会不高兴，话音刚落，正在喝茶的许叔叔和我爸停住，而手里正忙着给许星河装扮插花的妈妈也停住。一瞬间，场面变得十分难看。妈妈看着我手里的花瓶盒，剪刀哐当一声扔在桌上，刚要起身，被许阿姨一把拉住。许阿姨利落起身，强势地挡在我面前，狠狠推搡了一下许星河。许星河，你干什么呢？且不说你和那个林一八字还没一撇那个镯子，可是你17岁那年哭着喊着下跪求星星戴上的。许星河像是终于灵魂归位，记起那年因为有人向我表白，他急得偷喝了酒，半夜偷了镯子，在我家又哭又闹，甚至下跪求我戴上他家族传下来的玉镯。他扯了扯领带，长舒了一口气后，微笑着看我，是我太紧张了，我送出去的东西是没有收回的道理，你留着吧。没事，我还给你，现在回家给你拿。我起身打断，语气平静，我快去快回，不会耽误。没等众人反应，我提着包就大步离开。当我带着镯子返回时，正准备敲门，却被一阵欢呼声打断。欢迎许星河的笑容在我出现的那一刻凝固了。怎么是你？他似乎没有预料到我会回来，更没想到我真的会将镯子归还给他。我递给他镯子时，他满脸的惊讶，最终收下了，并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沈竹心，看在我们这么默契的份上，你今天可别给我添乱。林一他心思细腻，你别乱说话，让他不高兴。”我并不想回应他，难道林一是女孩，我就不是吗？我看着眼前这个我深爱了整个青春的人，感到一种刺骨的寒冷几乎要将我吞噬。10分钟后，林一在中间人的引导下踏入了许家。长辈们聚在一起，气氛融洽，这也是我爸妈必须出席的原因。在看似不经意的寒暄中，他们向中间人详细说明了家庭背景和未来的规划。期间，许星河坐在林一旁边，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关怀。快30岁的人了，却像个青涩的少年。我感觉自己在这里显得多余，准备找个机会悄悄离开。没想到林一突然温柔地看向我，
这就是沈竹心吧？早有耳闻，以前艺术系的女神呢。我突然被点名，连忙摆手啊，不敢当，那都是上学时大家闹着玩的。本以为大家很快就会转移话题，但林一却继续追问：真的吗？当时舞会上你跳了古典舞，第二天宿舍楼下全是送你的鲜花呢。没等我回答，林一娇俏地摇了摇许星河的胳膊。你们青梅竹马，居然没在一起吗？我记得当时你们关系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所有人都以为你们会结婚呢。所有目光都转向了我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看似无害的林一，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敌意。他啊，许星河看着林一递给他削好的苹果。在你们眼里，她是女孩还是什么女神？不过在我看来，他就是个假小子，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兄弟。像是回忆起什么，许星河突然笑了。你不知道，小时候沈竹心一哭，鼻涕眼泪一起流。那大鼻涕要不是我给他擦，都要流进嘴里了。还有沈竹心15岁时上体育课，因为跑步晕倒了，还说胡话，张牙舞爪的。我有事先走了，我强忍着怒意站起身来，勉强对长辈们笑了笑。你们慢慢聊。林一有些尴尬的看向许星河。不会是我说错什么话，惹妹妹不开心了吧？许星河怒气冲冲的瞪着我，似乎责怪我破坏了气氛。没等他开口，我抢先道：我晚上和男朋友还有约会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？我左脚都踏出了门，许星河一把拉住我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还有林一在，我脸一红，使劲挣脱开。我谈不谈男朋友关你什么事？我带着怒气，我爸妈还没过弯呢，要你管？星河，许叔叔压着声音，严肃道：坐好。成什么体统？我顺势朝长辈鞠了躬。叔叔阿姨再见。身后林一乖巧的声音响起。竹心这么漂亮，又经常登台演出，身边肯定少不了追求者，谈恋爱也很正常吧。刚刚我看他围巾下还有草莓印呢。意识到自己说话不妥，他停顿了下，不好意思道：我们艺术生可能性格不一样，我们画画的比较安静，他们舞蹈生是比较开放了，不过我尊重每个女孩的选择。后边大家针对我讨论了什么，我没听。平时我穿衣服的风格就比较大胆，我非要捧一踩一，用我来衬托他。而许星河更不用想会怎么贬低我。只是他们都不知道，我说自己有男朋友虽然是假的，但要离开这里，搬家去海南是认真的。我开始研究那边的房子，还有去那边以后怎么解决我的工作，将自己投入这一切中，让自己忙起来，才没有时间去想许星河。我们一起长大，他从小就认真扮演着邻家暖心大哥哥的角色，会在有人欺负我时挺身而出。10岁那年，我太顽皮，央求许星河在游乐场陪我玩到了9点。双方父母急得都报警了，最后将在沙池里过家家的我俩提回家。他为我挡下，说一切都是他的错。大晚，许叔叔气得用鸡毛掸子打了他10几下。我一边哭一边说，其实是我。可许星河仰着眉梢，一口咬定这是他的错。后来我出落得越来越漂亮，而他也越来越帅气。我们成了大家口中的金童玉女。我原以为我拿了最顺利的人生剧本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许星河的消息跳出来。我抹了把眼泪，问号还没打出去。许星河，把你在我家的东西收拾走，我过几天邀请林一来家里。我深呼吸后平静下来。24小时之前，我们还在小窝里靠在一起看爱情电影，情到深处时还云雨到半夜。而现在我苦笑一声，取消了许星河的置顶，淡淡回了一个字：那天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我回来后不久，爸妈就回来了。海南可在千里之外，
等真去了那边，回来可就麻烦了。妈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而爸爸躲在报纸后面，也偷偷观察我。我穿上大衣，那边气候好哀。你俩的梦想不就是退休了，能在那安家吗？我笑着搂上妈妈的肩膀，就是那边工作没有很合适的。我在考虑自己开间舞蹈工作室，至于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演出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并不是很在意。可是妈妈皱着眉头，张了张口，星星啊你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时间，好啦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很好也很清醒，不用担心我了。倒是你们应该考虑考虑 money 的问题了。我蜻蜓点水般吻上妈妈的脸颊。我还有事先走了，想到也许时间和分离会磨平伤痛，我平和了许多。我虔诚且热烈的爱没说出口，倒也没丢了颜面。本以为和许星河会好聚好散，只是我没想到我会进不去门。我站在门口一遍又一遍地输入密码，输入错误，输入错误，我心中瞬间燃起怒火。敲门没有响应后，理智归位，我才想起给许星河打电话。嘟嘟嘟的忙音后，电话被挂断了。我打到第5个后，许星河发来信息，在约会勿扰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忍住没爆粗口，密码。下一秒，一个大红感叹号刺痛了我的双眼。许星河居然把我给删了。我揉着眉心，本来想离开，越想越气，干脆找来了开锁公司。心中积压的情绪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。我决定不再忍受，直接前往许星河家，以物业需要备案为由，要求查看房产证。许阿姨没有多问，立刻将房产证交给了我。星河这孩子要是没有你，可怎么办？说完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尴尬地笑了笑。拿到房产证后，我找到了开锁公司。经过1个小时的折腾，我终于回到了这个我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。记得刚搬进来时，许星河双手插兜站在门口，对我说：“沈竹心，欢迎回家。”环顾四周那些精心培育的小绿植，阳台上的短裙，洗手间的化妆品，以及那些充满仪式感的餐具，一切都那么熟悉。我迅速收拾了一些奢侈品衣物、名牌包和护肤品。至于那些和许星河一起购买的家具和陈设，我毫不犹豫地将它们砸得粉碎。当一切变得混乱不堪时，我也感到精疲力尽。正准备离开时，许星河提着几袋菜回来了。他站在门口愣住了，退出去确认了门牌号后，足足5分钟，他的脸色变得通红。沈竹心，你他妈的是不是疯了？我耸了耸肩，你换密码，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。许星河小心翼翼地穿过客厅的混乱，把东西放进冰箱后，他揉了揉眉心，解释道：“我当时在和林一约会。如果让他知道我们一直在通话，他会怎么想？”我心里还是忍不住感到一阵失落。以前我总是要求他认真对待我们的约会，但他总是敷衍了事。我和林一相处得很好，他性格温柔，我需要认真对待，慢慢来。他和你不一样，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时不会和其他女生通话。他叹了口气，眼中带着笑意，星星还没吃饭吧？我现在做饭，你吃了再走。说完，他似乎怕我拒绝，自顾自地说，就当是散伙饭，给个面子。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我感到鼻子一酸。1个小时后，我确认这座房子里已经没有任何我想要带走的东西了。许星河也做好了饭菜，端到了桌子上，满满一大桌子菜。我还想，也许以后还能和许星河像普通朋友一样见面，毕竟我们有那么多年的情谊。我伸出手正要夹菜，被许星河一声别动惊住。他急匆匆地跑过来，递给我一个圆形的小碟子。你每样尝1小口就好了，剩下的我要趁热带给林一。许星河举着那个直径还没巴掌大的小碟子，你快尝尝哪个味道最好，最好的我多装点。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的，我就不带了，留给你吃。我摔了筷子，他的手还悬在半空中。
我猛地站起身，凳子在地板上划过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。我声音哽咽，许星河知道吗？我没把你看成我的搭子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以前说的那些情话，我红着眼眶直视他，都是认真的。我忽略了他错愕的表情，转身就走。不过现在我总算明白以前的我有多傻。从那天起，我彻底放下了许星河，开始全心全意的和爸妈计划去海南的事。最近几天交接完工作后，我开始学习舞蹈培训室的运营管理和专业进修。当我收到同学聚会的邀请时，我爸已经卖掉了郊区的老宅，凑够了钱，准备去交新房子的定金。这个组织聚会的同学人脉很广，人缘很好，所以今晚会有很多人，当然也包括许星河。我毫不犹豫在群里回复沈竹新参加，毕竟我还有很多不懂的事，需要借机向大家请教。我像往常一样打扮，按时赴宴。不出所料的见到了许星河和林一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选择了离他们最远的角落坐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头顶的光线太暗，许星河和我身后一桌同学聊天时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。老许，没想到林一还是被你拿下了。不过你和你那小青梅怎么了？现在你光要女人不要兄弟。都半个多月没跟我们喝酒了，分了，就这么分了。我听见许星河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声，心里十分平静，继续和旁边的学姐交谈，还加了联系方式。你们记不记得当初咱们打赌老许能几天拿下戏花？我记得是1个礼拜吧。多少人盯着沈竹心这个大美女啊，能跟上我又漂亮，关键是谁都看不上。没想到老许一出手，1个礼拜就拿下了。我听着他们醉酒后的调侃声，紧握着酒瓶。5秒钟后，许星河轻声说：“哪有？”他的声音很小，却清晰有力。我天，我突然感到无力。最后我听见他说：“你们一说，我现在还挺想他。”我站起身，被突然出现的林一挡住。竹心好久不见，林一温柔地笑着，自然地挽住许星河的手臂。我礼貌地回应了一个微笑，放下手中的酒瓶。深呼吸后，将注意力重新投入到与学姐的交谈中，并没有注意到许星河在我身后投来的目光，久久未能移开。喝了2杯红酒后，我依然保持着清醒。去洗手间补妆时，我听到大家讨论着要去拜访一位尊敬的老师，包括我在舞蹈协会的导师，他一直很看重我，我自然也打算去拜访。确认自己的妆容无懈可击后，我推开门，逐行。林一穿着一袭白裙，优雅的出现。我回应：“你好。”在我们即将擦肩而过时，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。我试图挣脱，却发现他看似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着惊人的力量。林一四处张望，确认无人后，低声对我说：“你和许星河同居了半年多。我突然回国打乱了你们的计划，你一定很生气吧？”我浑身一震，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但我很快恢复了镇定，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关系是恋人同居，并非第三者插足，并不觉得有什么羞耻。担心会有意外，我偷偷开启了录音。我歪头看着他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那又怎样？竹心妹妹还真是，林一轻声说，免费照顾了我未婚夫1年多，尽心尽力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他以前那副柔弱的小白花模样不见了，眼中满是挑衅，不过最后什么都没得到。你说许星河也是一点名分都没给你？知道的以为是没公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包养的。情妇或者上门的小姐呢？林一的眼神令人作呕，她上下打量着我。不过也难怪，主心妹妹打扮的确实像。我得让许星河好好检查检查，别有什么不检点的毛病传染给他。说完，他掀起我的头发，
做事要检查我的衣服。今天来参加聚会，不会就是真空来勾引？我忍无可忍，抬起手狠狠地扇在他白皙的脸上。啪！声音清脆响亮。林一捂着脸后退2步，对我身后大声喊着：“星河，救救我！”身后传来焦急的脚步声，伴随着许星河的怒吼。沈竹心，我没有回头，踩着高跟鞋上前一步，直接踩在他的帆布鞋上。趁林一向许星河求救时，我单手扯着他的头发，另一只手对着他的脸又是一巴掌。你疯了！许星河抓住我的手腕，但我抓着他头发的手没有松，顺着他的力道扯着头发又往后用力。林一一阵哀嚎，又哭又喊，他说我是情妇，是小姐，还要扯我的衣服看我里面。我看着不明真相的众人，开口解释。掏手机的手跃跃欲试，我有证据够了。许星河愤怒地打断我，强势抓住我，你从一开始就看林一不顺眼，今天又趁他落单，故意伤害他。我们都有眼睛亲眼看见了你打他，他扯得我一个踉跄，林一被你打成这样，你呢？许星河看着我毫发无伤，你怎么毫发无损？再说了，你的性子我还不知道。小时候贪玩拉着我去游乐场玩到家长报警，最后还不是我给你收拾的烂摊子。你睚眦必报，生气林一抢了你的，所以你干出这种事，给林一道歉。人群中大家看我的眼光都带着探究和不屑。我冷笑一声，好啊，我道歉。许星河松了力气。你说你也没有男朋友，上次还为了赌气说自己，我道歉。我喃喃一句后，突然大声：“我道你妈的歉！”我对着躲在许星河身后的林一，对着那半边脸狠狠扇了下去。我晃了晃手腕，录音我一会儿发群里。我扶了扶有些凌乱的头发，露出标志性的笑容。欢迎大家品鉴。那天晚上我回了家，后来单独约了老师，安顿好一切，心里也有了底气。别放手去做。我没时间关注别的事，一心放在了买房子和开工作室上。紧锣密鼓地张罗了1个月，我们全家踏上了搬家的路。飞机上，爸妈掩饰不住的开心。从此以后，晚年只剩享受了，而我会努力成为他们的依靠。星河申请添加你为好友。验证信息，你去哪了？验证信息。我怎么听说你搬家了？是大家瞎说的吧？验证信息，通过一下。我烦得厉害，反手点了拉黑。没想到半个小时后，许星河用许阿姨的手机打来了电话。我妈妈一脸为难地看着我，我不好推去接过电话。我妈说你们搬家了，不是真的吧？熟悉的声音响起，让我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许星河声音急促，你们都住了几10年了，再说我们。我妈还说要跟你妈做一辈子好闺蜜呢。是不是出门旅游被人误会了？我语气平静，是搬家了。我们现在在千里之外，虽然现在暂时租房子住，等装修完了晾几个月，差不多能赶在过年之前搬进去。不过这些话没必要向许星河说。他问什么，我说什么。长久的沉默后，我以为他不在那端，那我挂了。许星河别了2声后，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般轻声道：“那天林一的事，我在群里向你道歉了。你没回，是不是没看见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录音我发到群里几分钟，群里就炸了。许星河被迫无奈的在里面艾特我道了歉，还说要等见面和我说，会买礼物诚心向我道歉。我没回，被问到脸上，我应答看见了，不等他说话。还有事吗？许星河听上去很失望，毕竟从前的我，就连几天不见都会叽叽喳喳和他说个不停。良久后，他带着释怀的语气：“你是不是还因为林一的事生我的气？一开始你说自己有男朋友，就是和我赌气说的，现在也是吧？你离开这段时间，我认真考虑过了，我对林一不过是一时新鲜，而他的事我可以解释，而我对你才是许星河。
我毫无波澜，仿佛那端只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。我们只是搭子，不是吗？祝你以后会有更合拍的搭子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忙。最后我说，别联系我了，当初你删我的时候，我记得挺干脆的。现在倒是黏糊的不行，我想了想补充，惹人心烦。也许是退休生活让人放松，又或许是这边的气候确实宜人。我爸妈的气色明显好了很多。若非过年需要回家处理房子过户事宜，他们都不愿回去。我自己回去处理就好了。我边翻看资料边说，我也能搞定。爸妈对视一眼后，爸爸说，算了，我们不放心。正好老许家提议一起过小年。聚完会，我们再赶回来过除夕，时间刚好。我和许星河已经半年未见，原来曾经以为离不开的人，现在看来也并非如此。星星来了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许阿姨依旧热情，一进门就握住我的手。看这气质多好啊！许星河却显得有些不自在。他穿着白色短袖站在后面，小心翼翼地笑着。沈叔叔好，沈阿姨好。欣欣，你瘦了，工作很辛苦吗？他的眼中满是关切，映出我依旧自信的身影。我礼貌地对他微笑，低头说：“还好。”一直在控制体重，酒足饭饱后，情感自然流露。许阿姨抱着我妈妈，流下了眼泪。谈到深处，她咬牙说：“美丽，你知道我真心喜欢欣欣，我把她当亲闺女一样。那个林一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星河。大学时，星河喜欢她，他就故意吊着她，跑到国外想让星河追她。结果星河放弃了，毕业后一直和欣欣在一起。他嫉妒，又设计和星河重逢。”许阿姨笑了笑。最高端的恋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这个星河不就上钩了吗？不过好在他意识到错误了。你们一走，他见不到星星。这小子就把自己喝到胃出血，进了医院。一直念叨着星星。其实说来也不算晚，2个孩子都还没结婚，还有机会。他挥了挥手，许星河立刻站在我面前。许阿姨指挥道：“让星河当着我们的面给星星道个歉，下跪磕头都行。”我抬头看着许星河，他依旧帅气，但看上去有些沧桑。他眼眶微红，星星是我不知道珍惜。我一直喜欢的都是，哎呦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我收回目光，笑着对许阿姨说：“他性格很好，对我也很好。下次有机会一定带来给你们看看。”许阿姨的笑容凝固，一脸难过的看着许星河。许星河瞬间有些崩溃，不可能。我们不是说过要结婚的吗？你忘了吗？我们青梅竹马，从小就说长大了要当夫妻的。小时候过家家，你当妈妈，我当爸爸。他的声音开始哽咽。我们在一起过将近1年，我们很幸福。我爸拍桌而起：“你意思是星星骗你？我们全家都是在骗你了。其言这孩子很好，对我们也很尊重。虽然星星刚刚答应他的追求，不过我们全家都觉得他俩能走到结婚那一步。”我怕他气坏身体，赶忙上前轻抚爸爸的心口。许星河，以后别拿娃娃亲说事了，都是长辈随口开的玩笑，做不得数。你亲口说的，你忘了吗？终究还是不欢而散。出门时，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。我刚上车，许星河身形单薄，站在寒风中，眼眶猩红的看着我。我只是一时新鲜，迷了心智。失去你才意识到，曾经唾手可得的一切，对我来说才弥足珍贵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他声音嘶哑，颤抖着，求你。我还没说话，就被远处的身影吸引。路灯下，一个男人长身玉立，头发上已经落了满头白雪。我不可置信的轻声道：“齐言。”男人欣喜的回过头，哪怕鼻尖已经冻得通红。他掏出怀里的花束，大步向我走来：“你不是说初雪要和最爱的人一起看吗？”
我心疼地看着他，明明昨晚还在加班处理事务，这样会为了我一句玩笑话，连夜赶飞机来找我。齐言抚平我皱起的眉头，所以我来了。说完，他弯腰对我爸妈道：“叔叔阿姨，我没喝酒，我来开车。”画面太过温馨，以至于我们都忘了。许星河还站在原地，他木讷地看着我们亲密的拥抱，最后轻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他声音很小，也许以为我没听到。不过我在心里默默说了没关系，不是为我自己，而是为了曾经温暖知己。将我放在心里的许星河，代驾大哥辛苦了。我交代好，准备和戚言步行去酒店。我看向难过到几乎要碎掉的许星河。那么许星河再见了，转头钻进了戚言的怀抱。转身分别时，我余光看到许星河崩溃地跪在地上。不过那都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戚言紧紧将我拥入怀中，下巴轻抵着我的头，深情道：“他朝若是同龄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”他俯身亲吻我的额头。站在幸福里，我想首先要做的是学会珍惜。